今天是周五，下了班打算回苏州接小孩到深圳玩。深圳到苏州相距1400公里，搭飞机要2小时。若加上机场到家的交通时间，若不误点，到家基本也是深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搭乘晚发招致的卧铺列车也是一个好选择。我买的这班车是 D 开头的动车卧铺，4个人一间，票价是下铺810元人民币，折合台币3600元左右。因为有好一阵子没坐卧铺，突然想起去年秋天去西藏旅游，坐了青海到西藏的青藏铁路，体验还不错。待会儿视频也会将高原窗外的景色分享给观众朋友，真心推荐大家有机会要趁年轻去体验一把。目前台胞证已经可以直接刷卡进月台。看样子车还没进站，此车有16个车厢，我分配到的是第12车厢。看地标，往12车厢走。走了2分钟，差不多到我的车厢位置，车也正好进站。此车第1节车厢是2等座，其他15节车厢都是动卧，每节车厢有36个床位，所以一列车是540个卧铺的位置。周五的晚上基本都是客满，我也是提早申请补票才补上的位置。跟我同个房间的另外3个人，就是坐这趟车去上海迪士尼玩。然后周日再搭飞机回深圳，周一上班，真是努力工作、认真生活的年轻人。排队依序上车。车上过道大约是不到2个人宽度，所以两边都有人的情况下，基本是卡住，互相礼让一下还是没有问题。一阵混乱之后，终于来到了我的铺位。铺位长度目测是190公分左右，长度够用。就请前趁人少，出来拍一下车厢状况。房间门口有铺位号，依照买的位置乘坐。一个房间有2个上下铺，一共4个铺位。车厢前后都有洗手间。2个洗手台供大家刷牙洗脸。在走道的2侧则是有设置座位，睡不住的人可以出来看看手机，并且有非常大的观景窗。目前是清晨5点左右，列车停在站台调整发车时间，踩点到目的地。对面的这个学生安静地在看书。天色渐渐地亮了起来，意味待会儿的这个观景窗会有美景。随着列车的开动，景色也随之变化。目前列车是开到浙江，所以外头是郁郁葱葱的江南水乡模样，大家可以欣赏一下。
中途也经过一些村镇，与农作物搭配起来就是家的模样。浙江的农村在中国是相对富裕的。看驻车外的景色，让我想起2023年秋天青藏铁路的体验。从青海西宁至西藏拉萨，24个小时的车程。一天的时间，随着海拔的变化，除了冰山雪原，也有广阔草原。要是睡不住，还能见到日出，时常会想起这样的风景。不过列车海拔会到5000公尺以上，所以有一段一般会有高原反应。要体验还是要趁早，不要年纪太大比较安全。不过相较直接坐飞机到海拔3000米的西藏拉萨，这种由海拔2000米的青海西宁慢慢爬升到5000米的唐古拉山，再回到3000米的西藏拉萨，让身体经过24小时的缓慢适应，减少高原反应的发生。这样的出行方式还是很不错的。以上是青藏铁路的风景，思绪也回到现在。列车已准时来到上海虹桥站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